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含辛茹苦地养了7年的儿子，却在幼儿园意外得知，孩子竟是她丈夫和亲妹妹的私生子。而她拼了命生下的亲生女儿，早就在出生那天被丈夫像垃圾一样丢掉了。而这一切都要从一场被精心伪装成童话的婚姻说起。女人名叫南向墨，7年前嫁给了权势滔天的金海太子爷陆景涵。婚后，她成了人人艳羡的豪门主母，却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天大的骗局中的棋子。这天，幼儿园老师将她叫到一边，神色凝重地告诉她，她的儿子乐乐在学校里总说小姨南枝才是她的亲生妈妈，而南向墨只是个保姆。南向墨的心咯噔一下，回到家，他小心翼翼地询问儿子，没想到孩子天真的话语却像一把尖刀刺进他的心脏。乐乐说是爸爸告诉他，小姨生他很辛苦，要他孝顺小姨。爸爸还说南向墨生不了孩子，所以小姨才把乐乐送给了他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儿子竟说上周南向墨出差时，亲妈南枝就是来家里陪爸爸睡觉的。一个可怕的猜想在南向墨脑中炸开，他立刻带着乐乐的头发去做了 DNA 鉴定，结果显示乐乐确实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但与他有极高的遗传相似性，他的生母必然是他的至亲。答案只有一个，他的亲妹妹南枝。南向墨瞬间回想起7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早产，当时她离预产期只剩1个月，为了保护丈夫陆景涵，她奋不顾身地替他挡下了一刀，导致大出血，被紧急剖腹产，甚至连子宫都被切除。她明明记得产前检查是个女孩，可醒来后，陆景涵却告诉她生了个男孩，还说鉴定也会出错。原来错的不是鉴定，而是她拼死生下的孩子，从一开始就被调了包。那么她真正的女儿在哪里？是死是活？南向墨疯了一样给陆景涵打电话，却无人接听。这时，一则新闻让他如坠冰窟。陆景涵的白月光妹妹南枝在高尔夫球场遭遇绑架，陆景涵为救她浑身浴血。南向墨赶到医院，却在病房外听到了让他万念俱灰的真相。原来陆景涵树敌太多，为了保护他的心奸丑南枝，才故意高调娶了南向墨，把他推到明处，让他成为吸引所有明枪暗箭的活靶子。而7年前那场刺杀，更是陆景涵自导自演的一出戏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提前剖腹产，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刚出生的女儿丢掉，换上南枝的儿子。为了防止他在生育动摇乐乐的继承权，他甚至狠心让人切除了他的子宫。这个男人曾斥资百亿为他建造玫瑰庄园，买下全城广告牌向他示爱，给了他一场世纪婚礼，让他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可这一切的宠爱背后都沾满了他女儿的鲜血和他自己的血泪。他想起自己被车撞飞，昏迷3个月，被绑架电击，险些精神失常，婚礼上中毒，差点丧命。每一次陆景坚都红着眼眶守在他身边，说着爱他。他以为那是深情，原来不过是凶手对工具的愧疚。更可悲的是，他的亲生父母对此也了如指掌，为了他们更偏爱的妹妹，毫不犹豫地将她推入了地狱。巨大的悲痛和背叛让南向墨彻底觉醒，他不再是那个沉浸在爱情幻梦里的傻瓜。他拨通了一个神秘电话，原来这个被丈夫当成挡箭牌的家庭主妇，竟是国家科研院苦寻不得的天才院士。他同意加入科研院，唯一的条件是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女儿的下落。复仇的第一步就是离婚。他利用父母对妹妹的偏爱，威胁他们若不帮忙，就将南枝的藏身处告诉陆景涵的仇家。父母果然就范，将离婚协议加在一份给南枝买房的合同里。陆景涵看都没看就签了字。此时，调查也传来了更残忍的消息，他的女儿出生后并非被送走，而是直接被遗弃，所有痕迹都被抹去，生死未卜。这个消息彻底粉碎了南向墨最后一丝幻想，他发誓要让这对狗男女血债血偿。他开始彻底摆烂，不再为陆景涵和乐乐做任何事。面对丈夫的质问，她只是冷冷地表示，既然乐乐有了新妈妈，这些事自然该由南枝来做。一场幼儿园的亲子游泳比赛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南向墨怕水，南枝却故意当众答应陪乐乐参加。临到下水又假称生理期，逼着南向墨下水，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。陆景涵不分青红皂白，当众斥责南向墨，并宣布以后所有幼儿园活动都由南枝代替母亲身份出席。计划顺利进行，南向墨也终于等来了女儿的消息。6年前，他的女儿被一户人家收养，现在正在南城。就在南向墨准备离开这个令人作呕的家，去寻找女儿时，陆景涵却带着人堵住了他。原来南枝又怀孕了，却突然中毒，而乐乐则指证是南向墨下的毒。
陆景涵怒不可遏，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，竟直接命人按住他，要给他一个惨痛的教训。就在保镖的钳子即将掰断他手指的瞬间，大门被轰然撞开，一群气场强大的人冲了进来，为首的老者正是科研院的华老。华老一声怒喝，救下了南向墨。陆景涵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连他都要敬畏3分的大人物，竟如此恭敬地护着他眼中那个恶毒的女人。他不知道，他亲手丢掉的不是一个任他摆布的妻子，而是一个能撼动世界的国之栋梁。南向墨在华老的护送下冷漠地转身离开，他的噩梦结束了，而陆景涵和南芝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接下来，这位涅槃重生的天才院士会如何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复仇风暴呢？